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上一集小李哥带大家看了一处收边打胶、收尾工作做得非常翻车的装修作品。其实这个工程做得不好的地方远远不只有这些。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看看管道和浴室的部分。开始之前，小李哥一定要和大家强调，我做这个超离谱装修系列的影片，绝对不是为了吐槽其他的装修师傅的作品，而是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些前人不好的经验，更了解每一项工程大大小小的细节，未来在自己家里需要装修的时候，可以要求装修团队正确的施工，做出精致满意又令人安心的作品。就像今天影片会提到的排风管和浴室，这两项工程可不只是关系到房子美不美观的问题，如果做不好，这可是会造成房屋安全和未来居住隐患的问题。希望今天影片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的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好，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上去楼梯它做的那个板子。那大家仔细看这个风管，这个是一个4寸管，这墙是标准4寸墙，4寸墙内部只有3寸整，那所以走一根4寸管肯定是不够的。那这里呢，他把这个管子打凹了，然后硬把它扭过去。瞧瞧这境界，瞧瞧这境界！哦，那这样做实在太离谱。其实这里有真的实在没办法，可以用一个2寸或3寸的硬管，哦，那可以弯管过去，也可以做出风口。这里的灰板都没有收尾，我们居然还可以在这个临时的洗衣房看到灰板的开口。那这里都会有一些小昆虫啊、老鼠啊，可能会爬出来。这个工收得很糟糕。如果要排气顺畅，管道内部不能有任何的变形。如果呢，您是使用软管，也不能有任何的挤压和弯折，因为这些管道内不平滑的表面会产生过多的空气负面层，而造成局部的空气流速变慢，或是空气产生涡流而停滞。我们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排风不顺，除了会容易堆积脏污，如果是空调管道，还会造成管道内局部的温差，这样会大大的降低空调效率，不但会让噪音变大，浪费电，还会增加主机的负担，减少主机的寿命。大家请记住哦，一条空气流动顺畅的2寸硬管，排风的效能可能会远远大于挤压变形的3寸管。另外，如果墙壁内的空间不够，您可以使用圆形的出风口来代替方形的出风口。这一点大多数的人也许都不知道。圆形的出风口其实可以透过旋转排风挡片，手动的调整出风量。它的功能其实跟方形的出风口完全相同，但是圆形的出风口管道的连接和转弯需要的空间比较小，这样会好施工许多。另外呢，在所有的管道施工完成之后，其实应该是所有的施工完成之后，我们在灰板上的开孔以及造成的破损都一定要修补好。加拿大的房子呢，都是使用轻质隔间墙的施工方式，墙壁的中间都是空心的。这样的墙体优点就是保暖隔音的功能比较好，施工的成本也比较低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这种墙一旦有破洞，就很容易成为老鼠或昆虫做窝的好地方。一旦有老鼠在墙内安了家，您要再请它走就是难上加难了。而且墙壁内都是空心的，透过这些结构隔架的间隙，老鼠几乎可以跑遍全屋。这时候要完全赶走它们，就是费时费力又费金钱的大工程了。小李哥提醒大家，所有的装修工程最后一定要把灰板补好，才能算是工程真正的完成哦。下来之后我们看几个地方。首先我们来看浴室，浴室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那这个我们看这里，这就是
热泵的出风口。现在是夏天嘛，所以出来是冷风啊。我们有开空调。我们看排风扇呢，它居然放在整个shower上面。我们要知道，就是排风扇我们尽量要装在整个浴室的最高处，也就是说，像这个浴室的最高处当然是天花板。它装在天花板，因为热气都是往上抽的嘛，所以就排风扇装在天花板就可以把热气这样抽出去。那它没有这样做，它放在那个位置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热气它还是会部分被这个排风扇抽掉，当然是会有部分。然后加上这里呢，我们平常夏天它又开了冷气，所以这个水汽变得有凝结。所以我相信这个天花板一定修很多次了。所以大家仔细看，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就看出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这天花板有向下的一个弧线？这就是受潮的痕迹。那我们再上去看，这里我们推它是软的。我的天哪！这个灰板是软软的。这里尤其这里明显软软的。然后我们看这里整个灰板中间这里低，这里高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弧线，这个挺糟糕的。这边还好，这边是平的，那这边就很严重了。所以这里就是灰板受潮。这个小叫做整体浴室虽然小李哥不建议装，为什么不建议装来，第一个，它其实这里会晃，它这里其实是会晃动，因为这一个是玻璃纤维板嘛，它很薄，所以呢，它没有办法像瓷砖这么稳定，它这个一定是会晃动。做这个，我们不要以为整个放进去，它还是要把灰板削掉，东西放进去安装好，安装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做这个收边，旁边的收边，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收。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有创意这样是没有问题的，安全是无虞的。这是完全整体的，也就是说下面它没有接缝，它这个边框本来是很明显是玻璃门，但是应该是打破了，所以呢，它就把它换成淋浴帘。因为这种整体浴室呢，通常这个玻璃门是配合这整体浴室的，你想要去做也只能定做，那价钱很高嘛，这个整体浴室整体的工价可能都没有那个玻璃门的价钱，我有先把它换成了浴帘，那这也 OK 没问题，你只要洗澡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那这下面是绝对不会漏水的。那它的缺点就是第一个这里会晃，再来在施工上这里也要去做收边那也不见得简单。在这种呢上面它是没有办法贴砖的，如果你上面要贴砖，那它的施工的内容其实就跟一般贴砖墙就没有少多少。它下面有一个 bench。shower bench， 然后还有放东西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走进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真正洗澡的位置是被这些东西给占用了，所以你变成洗澡的空间变得很狭小。那这里拉浴帘拉起来，那我们洗澡，它等于是我们得靠外侧嘛。那靠外侧的话，水就其实很容易溅出来。但如果你是用玻璃的话，那也是一样，你会很靠近玻璃。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装这种整体浴室。因为整个做完，它的费用不一定省，工程也不一定少，问题还是会有的。然后做完，你等于洗澡的空间会变成狭小，这就失去了做淋浴的意义。加拿大的房子是以木结构为主，因为木结构的房子在正常使用下都一定会有弹性变形。如果要做全浴室的防水层，这样成本会比较高。所以呢，像亚洲国家的浴室那样，整个浴室铺满瓷砖的这种施工方法，在加拿大并不实用，也不耐用。最适合木结构建筑的浴室，就是全干湿分离的设计，就是浴室中有做防水的区域，就是只有在洗澡的地方，也就是浴缸和淋浴房啦。其他的地方呢，就是没有做防水的干区，干区的墙壁和地面，就算是铺了瓷砖，也是不能耐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您和您的亲朋好友想要到加拿大旅游的话，你一定要特别提醒他们，在加拿大的浴室千万不可以冲水洗地。而且呢，如果您不小心把水漏到地面上，也一定要马上擦干哦。再来，我们说到湿区的设计，小李哥是非常不推荐整体浴房的。从上一段的影片中，我们知道整体浴房的墙板是软的，水具和玻璃门的安装会相对的比较不稳定，浴房的置物功能反而会占用洗澡的空间，而且浴房的高度不够，浴房上方的灰板会直接接触到水蒸气，长期下来呢，容易受潮发霉。整体浴房的零件就像是淋浴门，大多也都是专用的，
一旦如果发生了损坏，很难单独的维修，只能去定做或是整组的换掉。另外再说到漏水的问题，在我们今天影片中的这一组整体预防，它是一体成型的整体淋浴房，防漏水这一块还算是万无一失。但是现在在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组合式的预防，是由淋浴底座再加上3片玻璃纤维做的墙板所组合的，板和板的接缝都是经常发生漏水的地方。最适合加拿大建筑，也是近10年来最常用的预防施工方法，就是使用浴缸或是淋浴盆来搭配瓷砖挡水墙的预防。如果您是熟悉小李哥频道的观众朋友，你应该听小李哥介绍过很多次了。这种的施工方法，不论您用在浴缸或是淋浴，都非常的耐用，性价比也很高，而且呢，施工的难度也相对起来比较不高。重点是这种预防比较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，可以提高房子整体的价值。如果你要说这是一笔划算的投资，也不为过。好，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。我们用了2集的时间和大家介绍完了这一场翻车的地下室装修。影片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。如果呢您家中也有类似的装修问题，或者你也曾经有一段糟心的装修经历，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区告诉小李哥。关于装修的留言，我一定会亲自的回复。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